板上蒸汽喷涌而出，水兵们用锤子和喷灯维修，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心中航母应有的美妙景象。10月28日，他在驻日美军华盛顿号航母上向观众发问：电磁弹射和蒸汽弹射哪个更好？说完电磁弹射后，他停顿了一下，观众一片寂静。随即，当他提到蒸汽时，许多人爆发出欢呼声。我们有蒸汽弹射器，而且运转得非常好，已经用了50年，对吧？所以我们要回归蒸汽。特朗普宣称，我将签署一项行政令，当我们建造航母时，弹射器用回蒸汽弹射。他毫不留情地批评电磁弹射系统，他们花了几十亿美元制造愚蠢的电动系统，一旦它坏了，你就得派人去麻省理工学院，把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请过来维修。就在特朗普这番开倒车言论引发轩然大波之际，中国的福建舰已成功装备了完全自主研制的电磁弹射系统，其性能甚至超越了美国最先进的福特号航母。这一幕仿佛一场历史性讽刺。中国航母的蒸汽弹射与电磁弹射并行研发的过程中，基于中压直流电力系统的电磁弹射进展远超预期。陆基测试版的电磁弹射系统弹射战机接近1万次，几架测试的歼15甚至连弹射寿命都耗光了。如此充分的测试数据，为福建舰跳过蒸汽弹射直接装备电磁弹射提供了坚实信心。电磁弹射系统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主要包括直线电机、弹射轨道、电力电子系统、储能装置和弹射控制系统。其核心技术在于储能系统在特定时间周期内从航母配电系统获得电能，并将储存的能量在2至3秒的弹射期内以脉冲形式释放，实现零存整取。这种系统必须以综合电力系统为基础，通过精密控制实现电能的瞬时大功率输出。与蒸汽弹射相比，电磁弹射无需活塞及配套的管道等机械运动部件，减少30%的操作和维修人员、维护和全售期费用也下降20%。而蒸汽弹射器的体积达1100立方米，权重接近500吨，需要500人专职保养维护。弹射500次后，必须花1至2天检修；弹射2500次后，必须回港检修1个月；弹射6000次后，就要返厂大修半年，需要将它分段拆下，进行冷加工校准形状，恢复密封后再装上。蒸汽弹射的储气罐装满蒸汽要花费10多个小时，而电磁弹射充电仅需数分钟，能源效率超过60%，是蒸汽弹射的10多倍。而且蒸汽弹射需消耗大量淡水，一次弹射就要消耗625公斤的蒸汽和1吨左右的缓冲淡水。蒸汽在弹射后散失到外界，如果航母以每分钟1架的速度进行紧急弹射起飞，连续弹射8架飞机之后，航母锅炉蒸汽压力就会损失20%，整个动力就会损失32%，航速就要下降8节。电磁弹射器的性能优势也是全方位的，其最大弹射输出功超过125兆焦，而传统的蒸汽弹射器只有95兆焦。更重要的是，电磁弹射功率可以精细调整，舰载机起飞重量可在2吨至70吨之间灵活设定，末端速度可在50节至200节之间任意调整。这种灵活性带来了2个关键好处：一是加速度曲线十分平滑，极大改善飞行员的身体负担；二是大幅降低飞机弹射时的疲劳载荷，使舰载机使用寿命增加31%。环境适应性也是电磁弹射的一大优势。蒸汽弹射器因蒸汽特性，在寒冷季节和地域的效率会进一步下降，甚至会有蒸汽在甲板凝结等问题。而电磁弹射在低温下反而更利于散热，效率更高，具备全地域全气候作战能力。福建舰的电磁弹射预计平均无故障弹射次数超过2000次，在各种状况下都可以平均45秒弹射1架飞机。如果使用2台弹射器，1台备用，以起飞1分钟的平均频率，
10分钟即可弹射15架。如果3台弹射器同时工作，34分钟就能起飞51架飞机，12小时内可实打实的弹射220架次。与美国福特号航母相比，福建舰的电磁弹射系统有一个根本优势：中压直流电力系统。福特号航母采用的中压交流系统存在重大短板，储能子系统的并网十分复杂。它配备了12套总容量720兆焦的飞轮储能系统，每3套一组，分别支撑4台电磁弹射器。但负责将飞轮发电机输出的电能变频转换成直线电机所需电源的电子电力系统过于复杂，4条弹射器只能共用1套电子电力子系统。2020年6月2日，电子电力子系统发生故障，福特号航母出现了4条弹射器同时瘫痪5天的壮观场面。尽管福特号已完成多次作战部署，但美国海军学会透露，其每弹射614次就会有1次失败，比之前无故障弹射400次虽有进步，却仍远逊于设计指标的无故障弹射4166次。更令人吃惊的是，福特号目前尚未达到尼米兹级蒸汽弹射120次12小时的弹射频率，甚至只能弹射不超过25吨的舰载机，连 FA-18F-35C 在满油的状态下都弹射不起来，根本无法满足战时状态的满负荷运行，可能要到2027年的升级改造后才能实现。福建舰的中压直流电网消除了原动机转速和母线频率之间的相互影响，原动机可以直接和发电机连接，不同形式的复合储能子系统的并网也简单灵活，可以充分发挥不同储能形式的优点，极大提高储能子系统的冗余度。中船704所研发的20兆瓦级中压整流同步发电机中，将拖动机、力磁机、旋转整流器及主发电机共轴集成，并将飞轮与转子合二为一，提高了装置的功率密度和能量密度，解决了长寿命飞轮脉冲储能与电力系统适配和相容性的难题。根据电磁弹射系统短时功率需求大和长时能量需求高的双重要求，福建舰配置了军用超大倍率磷酸铁锂电池，脉冲放电寿命达3万次，储能密度达到80瓦时每千克。同时，福建舰还采用了碳基双电层超级电容，虽然质量和体积能量密度低于磷酸铁锂电池，但功率密度大，循环寿命长，非常适合电磁弹射这样的脉冲负载。估计其功率密度超过40千瓦每公斤，实现40兆瓦功率仅需1吨重量，充放电次数高达100万次，10秒至10分钟能完成额定功率95%的充放电。特朗普在批评电磁弹射器的同时，也提到要让弹药升降机改回液压驱动，这恰恰暴露了福特号航母的另一个顽疾。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披露，福特号服役时，11部先进弹药升降机中只有2部能够投入使用。这种采用电磁推进技术的新型升降机，虽然移动速度更快，日常维护需求更少，即使负载高达11吨，升降速度也能达到每分钟约46米，比尼米兹级航母上有缆绳和液压驱动的传统升降机能力高出1倍有余，但可靠性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如果弹药升降机工作能力受限，后勤人员就不得不频繁往返于弹药库和飞行甲板之间，运送所需的导弹、炸弹和其他物资，这无疑会限制航母舰载机的出动架次，同时额外增加事故风险。而福建舰在弹药升降系统上同样取得了技术突破，其可靠性和效率均优于福特号，这也是中国电磁弹射系统整体优势的一部分。尽管特朗普威胁要让美国航母重回蒸汽弹射时代，但几乎所有美国媒体都认为这种可能性很低。自从最后一艘尼米兹级航母布什号在2008年服役以来，美国的蒸汽弹射器生产线已经停产，重启生产线和招募相关工人需要额外耗费大量资金。更麻烦的是，新航母需要重新设计。
福特级舰体的设计初衷是容纳一套完整的电力系统，由核反应堆产生的电力驱动涡轮机为全舰电网供电，从而驱动电磁弹射器、电磁拦阻装置和电机驱动的弹药升降机等核心系统。而尼米兹级配备的蒸汽弹射器需要铺设遍布舰体的蒸汽管道，因此这2级航母的内部空间分配也有所不同，需要全新的设计方案。这将花费数十亿美元来重新设计这艘航母。同时，福特级预留了定向能武器等未来作战装备的改装空间，这也导致直接套用尼米兹级航母设计方案的做法行不通。如果将需要大量电力才能运行的激光武器安装在配备蒸汽弹射器的航母上，航母就需要同时具备强大的发电能力和复杂的蒸汽供应装置，极大增加了系统的复杂程度。技术发展的道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但判断力在于是选择克服困难向前进，还是因噎废食向后退。电磁弹射代表着航母发展的未来方向，其相对于蒸汽弹射的优越性毋庸置疑。福建舰的成功实践已经证明，中压直流技术路线是比中压交流更为明智的选择，它让中国的电磁弹射在起点上就超越了美国。历史终将证明，技术进步的车轮永远不会因为暂时的困难而倒转，唯有勇于创新、善于突破的国家，才能赢得未来的制海权。